久不见，我感觉我真的好久没好好的坐下来录视频了。自从毕业之后，我感觉整个人就很忙。关注我其他social media 的朋友都知道，我戴这个金属牙齿矫正器已经快1年半的时间了。然后这支视频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戴牙齿矫正器这段时间是怎么护理我的牙齿，还有分享一些我觉得很好用的东西。现在赶紧开始吧。首先第一样我想跟大家介绍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冲牙器。大家都知道，就是戴牙套之后呢，每一次吃完东西都会有食物残渣停留在那个牙套和牙齿的中间嘛。然后呢，这个冲牙器就起了一个很有效率的作用。每一次吃完东西我都需要用它。这个我是在亚马逊上面买的，它是上面有很多个模式，我一般就是使用正常的这个模式。它其实上面配有很多个这个刷头的，然后我使用最多的呢就是这个上面有点毛的像牙刷的一个这样子的刷头，它是专门针对戴牙套的人使用的。刷头用旧了之后呢，我又买了一些就是替换刷头，它虽然不是原装的，但是它也就是挺合适的。这个也是我在亚马逊上面找的，都是这种上面有毛毛的像牙刷一样的，就是可以边帮你刷掉那些脏东西，然后又可以帮你冲掉的一个过程。我每天大概用它都需要用3次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戴牙套必备的一个东西。而且它可以这样子打开来清洁，我觉得是比较卫生的。因为我之前买过一种就是折叠的那种冲牙器，虽然它是比较小巧玲珑可以带出去，但是因为它就折叠那地方打不开，所以它里面我感觉不是很卫生，滋生了一些细菌，所以我就没有用了。还有我用过一种就是需要就是插电源的，因为我家水槽旁边呢没有那个电源，所以每一次我都要拉一条很长的线，我觉得不是很方便。后来我就找到这个，它可以 USB 充电的，在这边充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用过最好的冲牙器。第二样东西我觉得非常好用，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就是一款便携牙刷。这个也是我在亚马逊上面买的，然后它里面呢是这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打开之后是这样子的，它一头呢就是个牙刷，中间那个凝露呢就是香香的，就是遇水则溶。然后另外一边呢就像一个小牙签，就是可以有时候刷不掉的东西可以用这边剔掉。平常的牙刷如果刷的大力一点呢，它其实会卡到那个牙套里面的。有时候这个毛呢其实是塑料的，它是比较硬的，所以刷起来呢它不会卡，而且就是小小的一个，每一次用完一个就扔，我觉得特别的方便卫生。我感觉我大概已经用了有5-6包以上了这个东西，它每一包里面有24个小牙刷。那下一样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呢，就是一个剔牙的东西。这个好像我是在 Costco 买的，它是一版有很多的，里面也有小盒子给你分装，这样子拿出来可以掰开很多根，它每一根呢就是这样子弯弯的，然后它的材质是比较软的，所以就是剔牙的时候不会伤害我们的牙龈，剔完之后也是有点香香的感觉。由于我不经常去 Costco 嘛，然后我就开始上网找它的代替版，然后我在美版拼多多发现了这个好像也挺便宜的，就几块钱，它跟那个也差不多，不过它这个是直的一条，然后它另外一头呢也像牙签一样是尖的，这个也比较软，所以有时候我也会用这个。然后呢我还买过这样子的小刷子，这个是在我们刷牙的时候可以用的，它里面呢就是这样子的小刷子，就刷牙的时候你还有牙膏的泡沫在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刷一下就是牙套和牙齿之间的空隙，可以很容易去掉那些喝茶啊或者喝咖啡带来的茶渍。但是我没有很经常使用这个东西，因为我比较懒，所以我牙齿之间呢现在有一些茶渍在上面。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呢，就是这个牙蜡，这个是 CVS 的牙蜡。在我戴这个金属牙套初期啊，其实我感觉我对这个材质过敏还是干嘛的，反正它对我口腔的损伤是很严重的。有一次我甚至得了唇炎，整个嘴巴都肿起来，然后口腔里面都是被这个金属牙套给划烂了。我就用了大量的牙蜡，其实我有用过很多款啊，但是我后来觉得还是 CVS 这款最好用，因为它的粘性啊、附着性啊都是刚刚好。其实它买来的时候是
几条这样子的。但是我每盒用之前呢，我都喜欢这样子把它捏成一个小小的球球，然后使用的时候直接就拿一个球球附着在牙套上面，就非常的方便。我基本上每一个托槽上面都需要附着这个牙蜡，然后我就上网买了那种有2条塑料的这种东西啊，直接就可以套到牙套上面的那种。但是呢，后来我用的不是很好用，因为我的牙齿上面有一些铁丝啊，医生勾了一些铁丝，所以它附着上面呢容易掉。牙套本身已经是多了一层在牙齿上面，然后它现在再多一层，我感觉整个嘴巴就很不灵活。然后后来我就没有用那种2条的东西，而且最重要的就是那2条东西我很容易被扔掉，有时候我放在纸里面啊，就当它垃圾一样就扔掉了。所以如果使用那2条东西的朋友，一定就是把它放好。所以到后来我觉得还是牙蜡适合我。我在亚马逊也买过这款，这个已经是帮你稍微分割好了的，但是这款的材质呢，我觉得不如 CVS 买的那款的粘性好，它是比较硬的，所以每次按到牙齿上面要挺用力的，然后花的时间也比较多，才会更好的把它附着在那个托槽上面。不过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也可以买。我还买过这款是透明的，然后它直接就帮你分装好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但是它好像也是挺贵的，然后我觉得也是有点心疼。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没有再用了，除非就是有时候就是场合需要的时候。那有戴牙套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出门吃饭这件事情是很麻烦的，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出门的洗漱包。首先有几个我刚刚分享过的这种小牙刷，我一次性会放个4、5个在里面，然后就是1个星期的量左右。然后呢，我还会放一个这样子的折叠小杯子，就是洗漱的时候用的。因为它有个盖子啊，所以就是每一次用完就有水的时候，我就这样子盖上，它那个水就不会滴出来，然后回家之后就打开晾一下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方便。我是在美软拼多多买了2个，一个才1块多钱，就特别的便宜。然后呢，这个洗漱包里面还有2支唇膏，那就是一个口红就补妆用的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润唇膏。我每次刷完牙呢，我一定要先涂润唇膏，因为我嘴巴特别干哦。同时我想到一个小 tips， 就是每一次去矫正复诊的时候，我推荐大家还是就是涂个润唇膏再出门。因为有一次我忘记涂润唇膏，然后我去到医生那里检查牙齿的时候，需要把嘴张得很大，因为那时候我嘴巴特别干，所以我的嘴唇一下子裂开了。现在每次去复诊矫正的时候啊，我都需要涂很厚的润唇膏，然后再去。然后洗漱包里面我还放刚刚介绍过的这种剔牙的东西，但是有时候用完了的话呢，我里面还会备一个这种传统的牙线，就是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一般我是不会用它。我还备了一个这种便携牙刷，箍牙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一直用这种便携牙刷，就是出门用的。后来我就觉得用多了，把它放到包里又不是很卫生，后来我就改成了那种一次性牙刷。但是我还是会放一个在包里备用。这个洗漱包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但其实它也是蛮大的一包。然后有时候我背一些小小的包包的时候呢，我就带一个就是那个洗漱杯，还带1、2个那种小牙刷，然后就这样出门了，也是可以的。然后 last but not least 就是这个电动牙刷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用这个飞利浦的牙刷了。我觉得它是比传统的牙刷就是清洁的更干净的，特别是现在戴了牙套之后，我觉得那种手动的牙刷我需要用更多的精神去刷，才能确保每一个角落都能刷干净。然后用电动牙刷的话呢，就直接放在牙齿上面，就省了很多事，所以我现在一直都是用电动牙刷。然后每一次刷完牙呢，我都需要用漱口水，这种漱口水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它特别的辣嘴巴，然后我就没用，我就换了那种就是无酒精的漱口水。后来用了一段时间那种无酒精的漱口水，我觉得
牙龈开始肿痛，就感觉它没有清洁得很到位。后来我还是换回来了这种有酒精的，就感觉它真的能把就是牙齿的那些缝隙啊，把它的细菌给消灭掉。所以我现在早晚刷完牙，我都需要用有酒精的漱口水。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希望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好物呢，也对你们有帮助。那如果你也有戴牙套啊，想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经验或者一些好物的话，也欢迎留言。我相信很快我也开始戴那个 Retain 的保持器了，然后我还是比较担心，就到时候要怎么出门，要摘保持器啊，要怎么刷牙之类的。如果你有相关经验分享，也可以分享给我一下。我知道我现在很少更新视频了，那如果你想关注我更多动态的话呢，你可以关注我小红书或者 Instagram，那里我会发一些照片或者短视频，最近去哪里玩，去哪里吃，大概就是这种比较简短的 moment。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期待我们很快再见，拜拜。